2个月来第2次中韩互相召见大使，尹锡悦政府近乎无可救药。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忠诚 Talk， 我是卢忠诚。中韩双方互相紧急召见大使，这是2个月来的第2次。此举不仅再次显示了尹锡悦当局近乎无可救药的亲美态度，也暗示着中韩两国关系有可能走向彻底决裂的风险。据环球时报6月11号的消息报道，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专门约见了韩国驻华大使郑在浩，就韩方针对中国驻韩大使做出的不当反应提出交涉，表明中方的严重关切和不满。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在当地时间6月8号，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在与韩国的在野党领导人的会晤中指出，当前中韩关系紧张，责任不在中方，要求韩国方面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排除外界的干扰，希望韩国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这一正当合理的呼吁就引发了韩国方面的强烈反应。首尔当局次日就紧急召见了中国大使，指责中国涉嫌干预韩国内政，宣称中方大使批评东道国的政策是不能容忍的。显然韩国方面的反应是严重过度了，颇有故意惹是生非的嫌疑。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近2个月的时间里，中韩两国第2次发生类似事件。上一次是在今年4月份，中方对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的涉台言论表达抗议，而韩国方面呢，不仅没有任何反思，反而倒过来指责中国缺乏外交礼仪。现在看来中韩关系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归根结底，这都是尹锡悦当局极度亲美的思想在作祟。其实早在尹锡悦上台之前，就有很多人曾经担忧尹锡悦极度亲美的态度会破坏中韩之间原本稳定的关系。尹锡悦上台之初至少他还能够装出一副冷静的面孔，强调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关系非常重要，宣称韩国与美国关系的加强并不一定意味着中韩关系会受到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尹锡悦他是逐渐揭开了他自己的面具。在韩国的各项重大外交问题上，尹锡悦几乎是不加选择的一边倒的转向了美国。在经贸领域，韩国率先加入美国主导的排华意味极强的印太经济框架，呼应拜登政府的对华脱钩战略。在关键的芯片半导体领域，韩国也是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芯片4方同盟，联手推进对华芯片技术封锁。为此呢，还不惜削减了韩国对华出口。在军事层面，韩国努力修复和日本的关系，加速构建美日韩3角军事同盟，还积极参与北约的峰会，开始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启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尹锡悦更是直接跳到了前台，宣称韩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这是典型的配合美国对华施压，协同华盛顿阻止我们中国推进统一。总的来看尹锡悦当局的对外政策可以简单概括为一边倒的亲美，其已经失去了前任韩国政府在中美之间寻找平衡的原则，大有牺牲中韩关系来推进韩美关系的意愿。无论是从韩国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视我们中国的呼吁，还是韩国方面2次在外交层面刻意对华挑衅，都能看出尹锡悦亲美态度已近乎无可救药了。如果尹锡悦继续执政，恐怕中韩关系将会逐渐是走向决裂，这对于韩国的未来绝不是一件好事。希望韩国的民众最好能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各位留言评论，我们下期再见。